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这款 LT01的阿瑞斯，其实就是 MMC 奥利安的一个改模版本。那整体来说的一个车型呢，其实和之前的样式有了一些区分，而且目前没有说明书啊。身上的配件搭载方式是我自己瞎琢磨的，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全武器，所有的配件都能搭载在身上。倒是这回车型上面有非常多的扣子。 还有一些新加进去的武器啊，也是能搭载在车上的。当然，这些武器的搭载方式可以有个人的喜好来嘛，你想怎么搭都可以啊，都是通用的卡扣。车型的长度来到了21公分左右啊，个头还是不小的。 和原版 MMC 奥利安比较起来，其实这个手感是更偏润泽一些的，料子来的挺厚的，而且表面的这种光滑的处理，对着光照出来的这种反射效果，也能看起来它的一个光亮感。但是这种料子的坏处就是偏硬了，插扣的地方边缘这里会有一些白痕。而这款最大的改动其实是车前方的这一块，也就是人行胸口的位置。原先 MMC 中间这里可以一劈两半打开。 现在的 LT 版本中间这一块变成了一个发光组件，开关在第2层中间按下去，两个车打灯就会发光，还是挺朦胧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漂亮。如果变形到位的话，推车滚动是问题不大的，但是前边这里感觉会稍微有一些磨地。然后我们来开始变形吧。首先打开肩膀这里这两个双段关节的卡扣，往下稍折一点点。 拆开腿部，因为这一片中间是扣着夹合的，所以只能稍微的腾开一点位置。后边这个烟囱呢，也是没有说明书，我自己瞎搭的啊。在 MMC 原版里边，这是一个整体注塑出来的零件，我们把它先销子拔掉。袖口和膝盖装甲内部这里有两个插扣左右夹合着，把它掏开。 上下半身分离，腿部左右拆分，打开这一片盖板，大脚丫从里边双关节搓下来，脚踝的部位归位，膝盖里边有一个连接的联动关节，提起来，整体的拉，腿部拉到底，把膝盖甲折叠好。 然后根据下方这里的多段关节往中间靠拢夹合，压平它。原先是立起来的多段折叠板，我们像叠纸箱子一样把它夹合起来。膝盖中间这里夹住蓝色的插扣，进行腿部的锁定。然后大腿的外装甲往上推，推到头锁住。 膝盖折平，但后边这一块的滑道啊，依旧是没有锁定的位置，也只是靠膝盖前方这里拴着一点点。这个是 MMC 当时设计的时候，我就在说这一点啊，如果膝盖这里能锁住就好了。靠着前膝盖这里挂着，其实稳定性一般般，但也好在这一回 LT 的阿瑞斯这个滑道的轴是比较紧的，伸缩起来的话有一些阻尼感，可以把它挂住。腰部把裙甲从里边顺出来。 双关节折叠搓下去，腰身旋转180度，这里有一个滑道，推到底，左右拆开轮子中间结合的插扣，这两个点，胳膊中间这里夹合着插扣，把它打开，上下两段，这一块我们先折上去，把车顶掏过来，脑袋板子立起来，插住。 原先 MMC 这里啊是一个双关节，你可以把它折叠往内收放下来。这一回的 LT 版本呢变成了一段折叠，往里收，夹住，翻转到前方来，左右车灯的位置，根部滑槽往前推，肩膀腾开更多的空间，背包折叠过来，这里有两个圆装，对应插在轮子根部这两个洞里。 先把它翘起来，从这一块往上旋转，把这两个豆点塞到里面去，腾开空间，夹合放在一起。两个挡泥的位置旋转放下来，卡在腰间即可。胸部原先的设计是左右可以劈开，里边装着领导模块，现在把那个取消掉了，
从下方翻开可以看到，这里是一个电池仓，这里的2根探针等于是接通电源的地方，更换电池在这里啊。然后腰部 Z 字收纳，肩膀放平回归，把肩胛的这个小零件锁钩咬回去，胳膊90度横折下来，拧到正前方，然后里边一个 Z 字关节拉伸，中间这里有液压的刻画，手指打开，横转90度。之前有看图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颗头雕做的并不好看啊，而现在呢，重新修了一下美工，这颗头雕看着就顺眼很多了。同时，在变成人形的时候，触发开关，胸口的灯和眼睛都会发光，这个蓝色的感觉还是非常帅气的。可动方面，脖子独立的抬头关节左右旋转，但是千万别360度旋转，里边还是有电线的，拧得太大容易把电线拽断了。肩膀这里是双段的关节，所以活动范围非常的大。前后有蝴蝶关节，这里还辅助展开，所以举胳膊是完全没有压力的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胳膊肘2段关节带液压，曲臂的幅度很大。手腕来回的旋转，同时有了开合的关节，可以前后的扇，并且指节的根部不是球关啊，左右有活动的范围，所以手指可以这样打开。胸口下方的关节变形的需要 Z 字折叠，可以前后的含胸弯腰。左右根部的球形关节也可以辅助一些旋转，同时这里就可以转腰了。而下方这里呢，你把它拉开，左右这里也可以转，前后也有弯腰关节，还是个齿轮的，左右也有齿轮的摆胸。因为裙甲变形造型的关系，后边和侧裙甲几乎是锁死的。这一块虽然可以稍微的抬一点点，但是会被腰部阻碍到。前裙甲也不能正常的往起翻，而是向上双折叠。好在胯部这里设计了一个下托的关节，你把中间的盘子脱下来，根部的齿轮这里活动幅度就不会阻碍到了。而且根部都是齿轮，支撑力度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大腿根部左右也可以旋转，同时膝盖在变形的过程中还把这一块的装甲跟根部联动带了起来，折叠到135度也没有问题。脚踝左右接地，幅度很大，变形的需要双关节也能折叠出来。所以说这款模具的底子是相当不错的啊，你摆任何的可动姿势都完全无压力，包括这一次的关节处理、紧实程度、支撑稳定性也都很好。而且我得承认，这是目前做的最好的叶问敦变形金刚，因为它的手指根部的这一段关节可以往上翘，让手型非常的带感。配件的互动性方面，原版 MMC 这个烟囱是一体的，摘不下来，而这一次呢，它也可以模拟出来原版的这个烟囱造型，但是在车型状态下呢，这一块会有一点磨地，所以为什么我倒着跟这样插在了后边。根部一节也是可以拽下来的，同时拨下来这个球关，你还可以根据这个球关安装在手臂上，这样变成一个肩膀的烟囱展示。而多余出来的这2节呢，我看了一下，中间这个扣子是可以插在一起的，上面还有这么多的孔位。我想了一下，难道说是把这个玩意儿扣上去，这样去插在手上，相当于一个双股的链锯或者大宝剑一样的东西啊？甚至有你喜好，还可以插成双刃剑，有点宇宙骑士那味儿。手臂上的臂炮，如果你想一体变形的话，它扣在这里，直接变成车型也完全不会干涉到。但还有一个模式可以和臂刺组合，小炮管180度折叠收进去，外侧的这个扣子再把臂刺插上，造型也不错，蓝色的透明件。大枪团在一起，双关节延展开，把这个握把扣出来。插在手上的松紧度也很好，即使说不用手指握，光靠指尖的这个卡扣插力，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我会更喜欢把握把折起来，这2片立起来，卡在这儿，旋转过去，当成它的肩炮。于是现在这款柱子就有了这样的造型。感觉全武器搭载上还是挺帅的呀。
变形完成，人形的高度到头顶也来到了24.5公分左右，基本上也是来到了 MP10的一个尺寸。整体的用料材质摸起来的手感非常的光滑圆润，但这个料子偏硬。变形的时候，在一些插扣的位置还是容易出白痕的。关节的紧实程度和关节的活动范围都相当的优秀，变形难度不高，玩起来也相当的带感。武器配件非常多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搭配。取消了领导模块，融入了新的灯光效果之后，在车型和人形之下都有不错的展示。头雕相较于最早公布的图片来说，有了质一般的飞升啊，这个头雕已经非常漂亮了。但不好的地方是料子过硬，导致了这款插扣的地方容易出现一些白痕。还有就是这次让我最诟病的就是它的配色问题了啊。红色的底色和蓝色其实都还说得过去啊，但是这个点缀的有点多，而且涂装异界的地方挺严重的，也有可能是样板件的问题啊。但是花多不厌嘛，点缀太多了以后就显得有一些 low 了。最 low 的其实是膝盖这两个红色的涂装，不好看啊！而且这个边缘，其实它涂的还是挺规整的，但是边缘有一些造型，就会显得这个涂漆好像没涂满似的。我觉得出大货的时候，索性这个地方真的不需要涂漆。如果你想涂的话，非要涂的话，就涂一银色，也比这个红色的会好看一些。再加上这一块根部的一个蓝色的点缀，刚刚好点缀在了这个滑动扣子上边，也显得脏不拉几的。其实我个人的意见，想要点缀的话，简简单单的点一些金属色，或者说在关节的轴，尤其像肩膀这些位置，把这个轴部的关节啊，就像喷成这种金属的涂装，那效果可能会显得更高级一些吧。目前来说，这款的预定价格倒是不贵啊，299，300块钱。如果用件的话，可能200多就能搞定。但就是因为这个配色的问题啊，会让这款玩具显得不高级。其实它上手摸起来的这个料子手感还是挺好的。如果说能在喷漆的细节点缀上边再下一些功夫啊，在美学方面再精进一点的话，我相信这一款应该也会大卖的吧。毕竟它的底子很好啊，售价又不贵，做工用料也不错，包括一些新增加的噱头和这个新融入进去的武器配件包，都是它非常棒的卖点。而且24.5的身高，甚至可以去和你的 MP 部队配比例。那么得，这款就差不多了。其实总结就是一句话：别因为点缀的这些配色问题，毁掉了本身应该大卖的玩具。这个细节点缀的配色显得太 low 了。